你现在听到的，来自一艘已经离开地球近半个世纪的太空探测器，它正以每天140多万公里的速度飞离我们的太阳系。2026年，它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距离，距地球一整天光速的距离。在那里，每一条讯息都要用2天才能往返。它的名字叫航海者1号。这是一段人类写给宇宙的长信，一场我们与星辰之间最长的对话。科学家们宣布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人类最传奇的太空探测器之一航海者1号正稳步逼近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里程碑。这不仅是距离的突破，更是历史的注脚，一个象征我们文明曾经触摸过星辰的纪念碑。美国航天局 NASA 确认，航海者1号距离达成太空探索史上一个几乎可以被称作传奇瞬间的里程碑，已经近在咫尺。这个成就不仅在科学上意义重大，更在情感和象征层面引发了人类对浩瀚宇宙的无限想象与敬畏。自1977年发射升空以来，这台不大的探测器已经走过了人类制造的任何设备都未曾踏足的遥远旅程。它以一种坚韧不拔、几乎沉默的方式，不断刷新着最远人造物的记录，就像一位孤独的太空信使，一直在向前向外。到2026年11月，它将达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距离，整整1光日远，也就是光线从地球出发需要24小时才能抵达的那个宇宙深处。这是一个可以被用尺子丈量，却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的边界。换句话说，这是光以它那惊人的速度，每秒约30万公里，连续跑整整24小时之后才能到达的位置。这不再是一个地球视角下的远，而是宇宙层级的遥远。到那个时候，地球上发出的任何一条无线电指令都需要24小时才能飞抵航海者1号，而它的回应再回传回来又得整整1天。这意味着任何沟通都是一次2天的太空书信往返。这种对话节奏，连最慢的老派邮政也自叹不如。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这场横跨几十年的宇宙旅程，看看这个不起眼的小飞行器为何意义非凡，它至今还能带来哪些科学启示，又将在未来的太空深处继续讲述怎样的故事。准备好了吗？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航海者1号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深空之旅，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不可思议的距离。航海者1号于1977年9月5日搭乘泰坦3E火箭升空，只比它的孪生兄弟航海者2号晚发射了短短16天。虽然是后发，但它却走上了不同的轨道，最终成为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2个探测器像一对太空双子星，在不同方向上开启了属于人类的星际探索之路。这2次任务的关键就在于把握了一个每176年才发生一次的宇宙天使行星连珠。当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排成一条近似直线时， NASA 科学家们巧妙地利用这些行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让探测器在飞掠它们时获得速度加成，如同在宇宙高速公路上顺势借力，将航海者1号加速抛向更遥远的外太阳系，甚至星际空间。当它完成与木星和土星的近距离会面任务之后，航海者1号进入了一条更加陡峭、更加高速的轨道，斜切出我们太阳系主要天体所在的黄道面。这就像一辆列车在驶离主干线后，踏上了一条通往未知的、无人曾走过的铁道，笔直地飞向星辰的边界。目前，航海者1号正以大约
每小时38000英里的速度奔向星际深处。换算一下，相当于每秒钟飞行17公里。对我们人类来说，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快，1秒就能横跨2座城市。但在宇宙尺度上，它仍像个蜗牛，因为光速高达每秒约30万公里。在太空中，即使飞得再快，也总显得慢。就这样，几十年来，航海者1号像一支缓缓射出的箭，笔直地穿越太阳系的边缘地带，一步步驶入我们从未踏足的未知领域。这种稳定而坚定的前行，正是这长达半世纪探险最打动人心的部分。在2012年8月，一个历史性时刻悄然到来，航海者1号穿越了日球层顶，也就是太阳影响力的最外边界线。在这里，太阳风的粒子逐渐减弱，被星际介质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它正式脱离了太阳统治的区域，进入了一个由银河系主导的环境，真正的星际空间。那一刻，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跃，更是象征意义上的里程碑。这是人类制造的设备第一次真正走出了太阳的庇护圈，迈出了摆脱恒星束缚，走向银河深处的第一步。就像孩子第一次离开家门，踏上属于自己的旅途。截至今天，航海者1号已经离我们足足有252.6亿公里之遥，相当于168.86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它发回地球的信号要走23小时24分钟，还差36分钟就满1整天。这种时延几乎让人感觉它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宇宙维度。它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匀速飞行，相当于每天前进146万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每天跑37圈地球。即使这样，它距离光速仍差之甚远，也说明宇宙尺度的距离是多么浩瀚，深不可测。按照目前的速度推算，到2026年12月14日前后，航海者1号将跨过一个震撼人心的界限，距离地球超过259亿公里，正是达到1光日的距离。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成为人类探索史上的高光时刻。这个距离远远不只是数学意义上的259亿公里那么简单，它代表的是我们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极限尝试，是人类目光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越过太阳的边界，触摸宇宙真正的深处。它同时也划定了我们目前科技所能承受的实时通讯边界。超过这个距离，再快的电脑，再大的天线，也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对话。我们要学会和太空慢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向航海者1号发出一条信息，要整整24小时它才能收到，而它的回应也得花上1整天才能回到地球。这是一场宇宙级的长途慢线通话，一问一答就得等2天。为了接收这些穿越星际而来的微弱信号， NASA 依赖的是深空网络，一个由遍布全球3大洲的超级接收站组成的庞大系统，包括加州的戈德斯通、西班牙的马德里以及澳大利亚堪培拉。这些巨型抛物面天线日夜不停，像太空守望者一样守护着这段人类与宇宙的对话。工程师们还使用一种非常精准的方式来追踪航海者1号的位置和速度，叫做麦诺特多普勒频移。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分析探测器发回信号中的频率变化，就像听火车驶过时声音变高再变低一样，科学家们可以精确判断它正以多快的速度远离我们，又身在何处。这个1光日的里程碑不只是一个科学数据，更是人类毅力与梦想的写照。它安静地提醒我们，
只要持续探索，不断积累，即使再遥远的目标，也终有一天可以抵达。我们不是在竞速，而是在坚持。值得一提的是，航海者1号的最初设计寿命只有短短5年，也就是完成对木星和土星的初步探测。但谁也没料到，它会在这条星际之路上一走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快50年过去了，它依然在工作，在星际空间这个极寒寂静的边缘，悄无声息地传回那些珍贵的数据。它就像一座漂浮在银河边缘的灯塔，守着黑暗，也照亮未知。虽然它已经远离任何行星，远离太阳系内的熟悉世界，但这并不代表它退休了。恰恰相反，正是它如今所处的位置，让它成为科学界最独特、最有价值的深空探测器。它身上的科学仪器依然坚守岗位，持续记录着周围星际等离子体。这是一种充满带电粒子的稀薄气体的密度、温度，还有那几乎无法感知的磁场结构。这些数据非常宝贵，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能从太阳系外的真实环境中直接测量这些信息。一开始，科学家们普遍以为星际空间应该是相对宁静的，没有风暴，没有波动，就像太空中的深海区。但现实却大大出乎意料。航海者1号传回的数据却揭示，即使在离太阳成100亿公里的地方，太阳风暴爆发的回音仍在震荡，磁场也在不断波动。这个区域并不平静，反而像是银河系中的风口浪尖，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航海者1号带来的这些出人意料的观测数据，迫使科学家们重新审视日球层，也就是太阳影响范围的气泡，是如何与外部银河环境发生互动的。它不仅不是封闭的，更像是一扇门，一扇将太阳系与星际风暴直接连通的门。航海者1号上的等离子波仪器揭示出，太阳一次次的剧烈喷发所产生的冲击波，竟然能穿越数十亿公里，一直扩散到太阳影响力之外的星际空间。而另一台宇宙射线探测器也仍在坚守岗位，持续追踪来自太阳系外穿越银河系的高能粒子，为我们勾勒出星际空间中粒子流动的秘密通道。所有这些第一手数据正帮助科学家们一步步拼凑出一张前所未有的图景。能量、辐射以及磁场在浩瀚星际介质中的运动路径和传播机制，这是我们理解宇宙天气系统的重要基石，也为未来的星际旅行提供理论准备。航海者1号超乎预期的坚韧不仅仅是一个奇迹，更是工程设计上的宝贵教材。它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长寿型航天器，也让后来者有了实战参考。比如在2017年，科学家们为了重新校准探测器的天线朝向，不得不尝试启动一组早在1980年就已经沉睡的备用推进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像沉睡30多年的老兵一样，一声令下就重新运转了。这次小小的调整，在地球与探测器相隔超过240多亿公里的距离下完成，不仅令人震撼，也实实在在地为整个任务延长了好几年生命。在这种尺度上，哪怕是一次成功的转向，都是工程史上的壮举。不过，这趟旅程的最大限制不在于距离，而在于电。确切地说，是航海者1号供电能力的渐渐衰退。它使用的是一种名为 RTG 的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靠谱238缓慢衰变时释放出的热能，转化为微弱但稳定的电力，为它的科学仪器和通信系统功能。随着钚的持续衰变，
每年它的电力产出会下降约4瓦。这听起来不多，但在一台已经节能到极致的航天器上，这点衰减却意味着不得不逐步关闭一些非必要的系统，以维持核心功能的运作。最终有一天，它的电力将降到连通信器都无法维持的程度。那时，航海者1号将彻底失去声音，永远沉没在星海之中。然而，截止2025年，他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从那些没有任何其他人造物踏足过的深空角落，不断发回珍贵的数据，哪怕是微弱的信号，也依旧让人类与星际空间之间保持着联系。他所在的位置，堪称是太阳影响力边界上的哨所，是我们目前唯一可以实地测量恒星风如何与银河系星际介质发生碰撞交融的真实观测点，一个活生生的太空实验室。哪怕电力在一天天减少，它身上的部分核心仪器，特别是宇宙射线探测器和等离子体传感器，仍在咬牙坚持，把每一份读取数据都变成宝贵的科学礼物。它从遥远太空返回的每一条信号，哪怕只是微不可察的脉动，都是对这项任务最好的注解。我们人类始终坚持倾听，即使回应已经微弱的快听不见，即使这场对话只剩一方在说话。航海者1号即将跨越的这一光日距离，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星际通讯的尺度。这不是一场几秒钟内的回音，而是一场以日为单位进行的对话。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地面工程师们无法再进行快速操作或临时调整，任何一次指令的发送与验证，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太空中极其缓慢的棋局。所有指令都必须提前几天周密筹划，经过反复推演，因为一次误操作的代价，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失联。而一来一回的指令验证时间，足足要48小时。这就像一场横跨宇宙、超越时空的慢节奏对话，所依靠的不是及时回应，而是耐心、预判与对失败零容忍的执着。NASA 的希望也很朴素，只要航海者1号还能为哪怕一台仪器提供电力，它的任务就值得继续。哪怕回传的数据越来越稀疏，也不能放弃。到了2036年前后，根据预测，它的电量将低到连最基本的通信都无法维持，那将是它最后一次发生的时刻。那时，它将沉默地继续漂移，仿佛一叶无人驾驶的小舟，在宇宙这片黑海中，以每年 3.6 个天文单位的速度飘向深处。这等于它每年飞过一个从太阳到木星的距离。按照这样的速度，再过约300年，它将抵达太阳系最边缘的围栏——奥尔特云的内缘。那是一片由无数冰冷小天体组成的虚幻边界，几乎像是太阳系的外壳。而真正穿越这片区域，预计将花费3万年之久。这是一段连人类文明能否存续都难以预测的时间跨度。奥尔特云之外是彻底开放的星际空间，届时航海者1号将成为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星际漂流瓶，在寂静中无休止地前行。除非某一天它偶然被某颗遥远恒星的引力轻轻牵引，否则它的路径将一成不变，直至永恒。目前它正缓慢飞向蛇辅佐方向，大约在公元40272年，它将从一颗位于小熊座距离 1.7 光年的恒星旁边静静掠过。到那时，地球上或许已物是人非，但这艘老旧的探测器依旧按既定轨迹穿越星海。虽然那时它的系统早已熄灭，但它的身影仍将作为一种沉默的象征，代表着人类不息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流浪在星际中，成为银河中的一枚印记。
它的内部还藏着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包覆金属涂层的铜质唱片，被称为金唱片，记录着来自地球的问候、自然声音、音乐与55种语言的问好信息，是向外星文明打出的一封宇宙邀请函。这张金唱片就像一枚漂流在宇宙中的时间胶囊，被精心设计成可供任何潜在的外星智慧生物解读的格式。就算永远没人收到，它本身就是一场深情的尝试。就算它从未被发现，也从未被解读，它依然代表着人类最珍贵的一种品质：对未知的渴望，对宇宙的呼唤，以及想要被宇宙看见的那份浪漫。今天，航海者号依旧是新一代星际探测器的教科书，它留下的每一个决策，每一次坚持，都在为未来的深空任务提供实践经验。NASA 已经着手构思下一代星际探测器，这个项目直接建立在航海者的遗产之上，目标是用更高效的动力系统、更灵敏的科学仪器，进一步探索太阳系的外层边界，甚至超越它。从工程学角度来看，航海者1号几乎是奇迹般的存在，它向我们展示了在低于零下200度的极寒、毫无维护的星际深空中，一个电子系统如何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运作、收发信号、调整方向。这是人类制造力的里程碑。而在象征层面，它用几十年的飞行告诉我们，真正的探索并不在于跑得有多快，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一直走下去，哪怕回应是静默，前方是未知。航海者1号之所以能如此长久地屹立于深空之中，不只是因为它造得坚固，更因为在地球上，总有人一直在聆听，从未放弃与它保持联络。如今，航海者1号仍在那无声的宇宙深处默默前行，离我们这个蓝色星球恰好一整天光速的距离。这听起来遥远，却也是我们能触碰到星际最真实的一次。它发出的信号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弱，但它留下的科学遗产、技术经验，以及人类探索宇宙的信念，将永远回响在历史长河之中。航海者1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点：人类的好奇心比我们建造的飞船飞得还要远，比星辰更执着。也许正是这种渴望，让我们成为了这个宇宙中最特别的存在。故事未完，我们仍在路上。在我们的文明还在地球表面忙碌时，航海者1号依然静静地在太空深处航行，没有回头，也不需导航，它只是一路向前，穿越夜空。它或许终将沉没，但它所传递的信号早已成为人类对未知的回应。因为我们相信，比我们建造的任何东西飞得更远的，是我们的好奇心。感谢你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继续仰望星空。